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讲坛 Rolling Tech，This is True。今天我主要会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我最近使用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 AI 产品，它叫做得到大脑。那从这个名字你就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得到这间公司呢，它出的一个全新的一个 AI 产品。那我其实体验了这个产品之后呢，我自己有很多的一些想法，其中我觉得最重要的，我会在最后讨论的一个点是，在这个时代呢，在这个 AI 时代下面呢，如果我们今天不是在做 AI 大模型的公司，我相信绝大部分的公司都不是。那有什么样的方式是我们可以提供价值？我们怎么样可以把 AI 导入我们的产品里面，去提供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个价值？我觉得今天这个得到呢，它就给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答案。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想要聊的会是这个方向。那大家想要得到呢，就会知道得到是一个靠知识付费起家的一个公司。那它基本上就是做了一个得到的 App，然后里面会有各个很名人的一些导师，然后每个导师呢都是用自己的名字来当做是他自己的课程的那个名字，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加上他们的课程非常的有质量，我其实也买了好几个得到的课程，所以也有一直在 follow 他的那个创始人，就是罗振宇。那他基本上已经是10年前的一个产品了，在10年之前呢，那个时候还完全没有知识付费的这个概念，但是就被得到引发了这样子的一个观点，就是你其实是应该为你学到的东西去付费的。所以那个时候呢，虽然大家可能只是为了线下课程才会去付费，但是因为得到出现之后呢，大家开始为了线上课程也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付费，所以它就带起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知识付费的一个年代啦。但是呢，到了现在呢，就好像我们在用的 ChatGPT 一样，就是你今天想要获得任何的知识，你可以信手拈来，你甚至不需要花费任何的成本，你只需要打开你的 Internet，打开 ChatGPT，你就能够获得任何你不知道的一个知识。那在这个时候下面呢，为知识付费这件事情就会变得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事情，甚至是我自己觉得那个价值感，如何让别人持续的为这个东西付费，会变得更加的难。那这个时候呢，一间靠卖知识为主的这间公司，它该怎么样可以存活下去，或者是它该怎么样提供一个更新的一个价值？当然，我先看，如果你说马来西亚在做的事情，可能就是它会不断的开设一些 AI 相关的课程，因为大家都在聊怎么样去使用 AI 嘛。那我就是继续的卖我的课程，但是我卖的课程的偏向就是导向是卖 AI 相关的一些课程。但是呢，我发现到得到他做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动作，就是他们尝试去理解到底 AI 对他们的产业带来的一些影响，还有他们日常中是怎么样去使用这个 AI 的，最后把这个 AI 跟他们的行业经验总结成为一种新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形态。最后在10周年的时候呢，发布了这个得到大脑的这一个 subscription 的这个服务。那这个得到大脑呢，它就是一个订阅的一个 AI 工具，那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就是很像是一个 ChatGPT，但是同时间呢，它又加了很多，比如说它是能够帮你去把音频转录成文字，或者是帮你去把可能某些文章给储存起来，所以同时间它就扮演几个角色。第一个当然是它有一个 AI chat 嘛，它就是能够让你去根据你里面的一些资料去做问答。它有几个蛮不错的功能，比如说还有一个叫润色的功能，就是能够帮助你的可能写的文案变得更好，或者是其中一个叫做点评，它就是会根据你的一些想法、一些总结呢，给出一些更加犀利的一些观点，可能是批评你的，但也有可能是称赞你的啊，这样的一个角度，就是这些都是一些 AI 普通可以做到的事情嘛。那当然，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它是在变成一个知识库，也就是说，今天呢，我突然间我有一个灵感，我以前一直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记嘛，但是我现在就可以打开我的这个得到大脑，我就用它的录音的功能，我也可以用打字的功能，或者是今天我看到一篇文章，我觉得很不错，我可以把这个文章直接丢给这一个工具，那这个工具呢就会直接把它给收录起来，或者是今天我在读这一本书，那我可以直接拍一下书本的这一面，我觉得这一面真的是对我非常的有价值，那得到就会去用它的 OCR 的一个功能，把它变成文字，帮我储存在我的这个知识库里面。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它就是一个 AI chat。加上一个知识库的一个结合的一个产品，那有了这个知识库呢，日积月累下来，你的 AI 就会变得越来越了解你，你的 AI 就能够知道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东西。那你在写文章的时候，那你在可能写文案的时候，或者是你在可能比如说想要写出一封 message 要去跟别人沟通的时候呢，这个 AI 就能够更加符合你需要的方向，甚至是能够搬出你以前知识库里面提到的某一个观点，讲到的某一句话，来帮助你把你的文案，帮助你把你的文字，把你的表达变得更好。
那接下来我来聊聊我使用的一些感受。我觉得得到大脑呢，它最大的一个跟一般上我们在用 ChatGPT 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差别呢，就是它这个 AI 有一个很神奇的一个功能是，它其实是让你思考的更多，而不是思考的更少。我觉得它一个最明显的一个对比呢，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今天的 ChatGPT，或者是我们之前提到的 Codeword、Codex，或者是 Claude Code。那基本上像这样子的一些 AI 工具呢，它最主要在做的事情就是提升你的效率嘛，它能够让你更加轻松的完成你的工作。所以它的概念呢，我就觉得它很像是你请了一群的外包的一个团队，那这个外包团队就是来帮你做工的，它就是来帮你完成任务的。比如说你叫他去写文章，它就是帮你写完文章之后呢，你最后只需要做审核就可以通过了。那这一个是一般上所有的 AI 在做的一个方向嘛，但是呢，得到大脑的它的整个构思的角度却是完全不同的。它的整个设计的模式，它的每个 AI 的这个设计的这个流程呢，它是让你可以思考到更多。也就是说，我觉得它更加一个明显的一个比喻，就好像你在跟一个教练聊天一样。这个教练不会自己去做的哦，他会叫你去做，他会听你想要做什么之后，给你更好的想法，或者是批评你。诶，你这个观点不好，你这个角度不好，你这个想法不够好，不可以再从这个角度再试试看？他是用这样子提点的方式，用称赞的方式，用鼓励的方式，用各种角度的方式呢。但是呢，最后你会发现到想通的是你自己。所以整个东西，我觉得它最神奇的一个体验就是，它是让你可以思考到更多，而不是让你可以思考到更少。ChatGPT 永远都是让我思考变得更少。大部分人用 ChatGPT 去写文案，可能到最后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写的文案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但是得到大脑在帮你写文案之前呢，它必须确保你真的知道你在讲什么，你的观点真的是准确吗？最后才会给你需要的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我使用下来体验到最深的一个感受。那这边有两个功能呢，它是跟我们前面提到这个观点非常的有共鸣的。首先呢，第一个功能呢，它叫做发芽。那发芽呢，我就觉得是这次让我体验下来蛮震撼的一个功能。它的概念呢，就是它要帮助你去学到你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很多时候呢，我们其实学习，包括我们去学校也好，包括我们跟老师学习也好，我们想学的都是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发芽功能就是尝试去解决这个问题的。那它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这发芽功能就是跟你说，你可以使用任何的，不管是照片、影片、文字，任何的东西，只要丢给它之后呢，它都会尝试用它的 AI 呢去找出一些，比如说跟历史相关、跟心理学相关，或者是跟一些以前的事件被人家 proven 的一些观点，被一些科学家认证过的一些论点呢，去向你提出这样子的一个报告。那这个报告里面就会告诉你，诶，它从你这个图片也好，从你这个文字也好，延伸出来的这个概念是什么？所以呢，它其实做的事情就好像是吹水。比如说这边有个例子，就是我上次想要测试它的功能到底有多强，然后当时我就是很无聊嘛，我就是在点心店前面排队，然后我就是你就知道周末的时候要去吃点心，真的是大排长龙，尤其是一些很好吃的一些点心店啊。那我就是在等待的时候没有事情做嘛，我就随手的就是拿起我的手机，然后拍了一张大家都在排队等待进去的这个照片，然后我就发给这个得到大脑，我就想看一下这个发芽的功能会走出什么样的一个东西。那最后得到结论让我非常惊讶。首先第一个他给我的一个点就是叫做城市的第三空间正在消失，或者是街头的一个自然观察者。那第三个则是排队背后的心理学是什么？就是当然我该只是讲标题，就是实际上它的发芽报告里面是会很明确的显示，诶，排队背后心理学后面是有谁在论证，然后有什么样的一些观点，然后现在大家认知的东西是什么？然后我就发现到，诶，我明明只是在拍一个随便拍一张照片，可是它真的能够帮助我去学到一些我没有想过我可以学到的东西，就是像我刚才提到的什么城市的第三空间这样的东西，肯定是我不会知道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发芽功能让我非常震撼的地方，就是它真的很会吹，就是很多时候我没有想过我需要知道的东西，它都让我知道了。所以就变成是，如果你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好习惯，就是诶，我今天就是想要做学习，我今天走到外面很无聊，想要学习的时候呢，它随时就像是一个老师的出现，能够随时的提点你。在现实中或者是在你的生活中，直接就可以做到学习的这个方向。那再来第二个呢，则是叫做写作专家团。那简单的说呢，这个它是一个其实是要付费更多的一个功能啊，但是呢，它的体验也是真的是蛮不错的。它这个想法，它其实就回到我们刚刚提到的，它就像是今天它有8个角色，OK，就是假设它就是想象大家都需要写作，那它就会把写作分成是选题呀、比如说写稿啊，比如说
查数据核实的部分啊，或者是比如说帮你做一个论调的一个写作啊，还有这样子把它分成不同的8个角色，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一下，他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有8个教练同时间跟你一起写作，它的概念就好像你今天进入了一个写作的一个聊天室，OK，今天我不小心的走进了一个写作的一个房间，然后里面就有8个老师在等着我，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提出我的一个观点，我今天想要写这样的文章，那第一个老师他就会跳出来跟我讨论，你这个文章的论点呢，是不是要再想一下，是不是可以这样子看，或者是其实大家对于这个东西有这样子的一个看法，那你是怎么看的？就是他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呢，去引导你思考的更多，所以我就发现到，我一开始只是想要给他一个论点，我就让他去写文章嘛，结果不是他开始问我很多的问题，可是在问的过程中，我就一遍又一遍的发现到呢，我的整个的论点变得更加的强，可是就在这个问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到我能够思考到越来越深的东西，很多东西是我没有注意到的，很多东西是我有盲点的，但是他却能够完整的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他让我看到很多以前我看不到的东西。突然间，当最后整个文章出来的时候，我意识到呢，我的整个的观点变得更加的深入，我有更加多不同角度的一个看法，我就发现到我的整个文章的这个质量变得非常的高，有很多很核心的一些观点也变得非常的强。我觉得这个就是得到大脑非常强的地方。当然，它的缺点就是呢，如果你今天只是想要快速的去写一篇文章呢，我觉得它不会太适合。就是我有看到很多的网上人是用这个方式，他们就是把它当成 ChatGPT，我可以快速的帮我去写文章。那当然，你最后就会发现到，它就是一个 AI 感很强的一个写作工具，因为它本身的一个思路呢，就是在帮助你写得更好。所以只有你先把自己的风格丢给他，比如说我把我一直以来写作的风格我丢给他。这个时候呢，我再把我的观点丢给他，你才会开始看到最魔幻的那个瞬间，就是他开始像一个一个老师的跳出来跟你讨论，那最后生成的这个结果呢，真的是让我非常大开眼界。我会真的感觉到，原来我可以写出这么深入的一个观点，这些都是我以前没有想过的。可是这些观点真的是因为他逼我思考，那我逼我思考，我就会把我自己的想法跟他讲，他就会给我认同，或者是给我更加多一些可以切入的点，所以最后就真的是让我的整篇文章，或者是我想要传达的那个内容呢，变得质量非常非常的高。所以从这2个工具呢，就会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方向，就是它其实在做的事情是一个是让你的整个知识，或者是你的思考，或者是你自己的一个智慧呢，它帮你去把它变宽。比如说很多你没有想过你需要知道的一些知识点，它都跟你讲。那你可能在未来的某些时候，你就会需要用到这个知识点嘛，这个就是发芽的功能嘛。那另外一个写作专家团呢，他在做的事情就是把你的整体的这个知识呢变深，或者是纵向的一个发展。比如说，他就是不断的去挖深你的这个观点，不断的质疑你的这个观点，让你能够思考的更深，那最后你就能够给出一个更加有见解、更加深入的一些观点的一些文章。我觉得这个就是他整个得到大脑的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他觉得获取知识已经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啊，大家随时都可以从各个角落获得很多的一些知识，但是如何把这个知识内化，如何能够让这个知识继续的深入去探讨到你没有想过，或者是跟你以前的经验总结起来，他想要你真正的学到某个东西，他想要你能够真正的学到比你想象中学到的更多。那再来，很多人就会讲，我其实也可以使用 ChatGPT 达到类似的功能。当然你是可以，实际上我也是从他的这个角度，马上就开发出了我自己的一个软体，能够做到非常类似的一个事情。但是呢，你就会发现到呢，它其实强就强在它有它自己的知识库。OK， 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罗振宇把他20年来所有讲过的话，所有上过的节目，全部都放进一个知识库里面，你可以直接拿到。就是它的这个知识库是可以共享的，你是可以订阅别人的公开的这些知识库的。然后同时间呢，它有很多得到的一些课程，所有得到的老师的课程都在这一个得到大脑里面，你可以随时调阅。比如说，某一个老师曾经好像有提过类似的论点，我好像想不起来，他可以把你找出来，他可以把你放进你的文章里面，他可以用这个观点去迎合你的本来在提出的一些观点，然后让他们去碰撞也好，让他们去融合也好，这些都是真正能够在帮助你做学习的。所以这一个就是得到大脑它自己的一个比别人没有的一个更加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它是有自己一个很强大的一个知识库的。所以今天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做笔记的习惯，你把全部的笔记导入进来，或者是你本来就是在用得到在做笔记，那现在根本就是完全的接通这整个东西，就是我以前在得到上面做的笔记，现在都能够被使用在这个 AI 里面，我能够随时让我的 AI 叫出来，或者是 AI 在思考， AI 在写作， AI 在回答我问题的时候，都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你就突然间发
现到这个产品是很了解你的，而且是随着时间它能够越来越了解你，随着时间能够让你变得越来越好。这个就是我觉得在 AI 时代下面的一个产品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如何能够让你的用户越来越好。所以就会有很多人讲，就是得到其实就是在自己的得到这个 APP 的上面呢，它就是加入了一个 AI 的一个 chatbot 嘛，那它就变成现在这工具了嘛，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可是从我的角度呢，我其实会思考的东西更加是，那我的公司今天来到了 AI 这个时代，很多的企业其实都面临同样的挑战，他们怎么样在 AI 的时代下面能够提出，或者是能够发布一个更加具有更多价值的一个产品？我觉得这个很多人都是还没有想通啊，很多人也没有概念，到底他们只能够做的东西就是让 AI 去加强自己的工作流。但是呢，对于他们的产品价值方面呢，我觉得是不断的在缩水的。比如说我们讲到的可能咨询公司，我觉得是一个会影响很大的，或者是 marketing 公司也是会影响很大的，或者是包括所有这些在做课程、在做知识付费的这些公司，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一直以来的他们的核心价值呢都建立在执行的这个层面上，就是比如说 marketing 公司，它就是帮你生成多少个内容，每个月帮你写多少个文案，帮你做多少个影片，或者是可能讲知识付费呢，它就是可能要不断的给你多少课、多少门课，我分成了40堂课，你只要花400块就可以买到这40堂课，你就会发现到它的那个衡量的价值呢是在于它到底给出了多少个产品，或者是多少个物件，比如说我给你多少个文案，或者是我给你多少个课程，但是呢，在 AI 这个年代呢，执行已经完全不是问题了。很多时候，那个人如果他想要学 ChatGPT，他突然间发现到，他可以让 ChatGPT 直接帮他搜索到所有的这些资料。那这个时候，你给他40堂课又有什么用？或者是我们讲 marketing 公司，你今天能够生成这么多的文案，你能够提供他8个文案、10个文案，可是从他的角度，他就会觉得我一天就可以让 AI 可能写出几百个文案。那你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在 AI 出现之后，你的价值是什么？今天这个 AI 还更加了解我，我在用 ChatGPT 的时候，它还更加了解我，它还更加知道我想要的东西是什么。那这个时候呢，我为什么还需要花钱请一个别人的公司，或者请你来帮我做到这个事情？所以你就会发现到，其实在执行这个层面呢，它的价值是不断的在式微，而且我觉得在未来会越来越难被大家所 appreciate。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得到大脑其实给出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就是它不执着于执行的层面，它不执着于我要开多少个更多的课，它现在走出了一个全新的一个方向，就是我让 AI 变成你的老师。回过头来，如果你说得到上面就是有很多老师的话，那 AI 应该是一个更好的一个老师。那当然你也可以用 ChatGPT， 但是呢，你用 ChatGPT 的话呢，你就绝对感受不到那个AI 变成你的教练，AI 变成你的老师，在背后督促你，帮助你思考的更多，帮助你变得更好，帮助你把你自己的头脑给想清楚，帮助你把你的这些知识给做沉淀。这些东西都是目前为止 ChatGPT 还很难做到的，而且 ChatGPT 也不会去往这个方向发展的。但是得到呢，它不是一间 AI 公司，它却非常的理解它的用户需要什么，它就能够找到一个全新的一个价值点，重新的把 AI 融入它的产品里面，重新的以这样子的方式呢，去提供你一个崭新的一个价值。我觉得这个就是在 AI 年代最好的一个示范，也是给我自己的企业很大的一个启发。就是如果我们今天讲要做企业转型，我们想要把 AI 落地，我们想把 AI 融入自己的产品的话，那我们还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最后来做一个总结，到底在 AI 时代下面，什么东西变了，什么东西没有变？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呢，就是知识已经不再是一个稀缺的东西，就是你想要获得知识真的是随手可得，你随便都可以搜寻到一大堆人讲到的一大堆观点。但是怎么样筛选这些观点，怎么样筛选这些内容，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同时间呢，怎么样让自己去学习，又是一个很难的。OK， 今天如果我发现到 ChatGPT 可以帮我做到那么多的事情之后呢，很多人倾向的做法是，那我就不需要学习了。但是如果你自己没有办法变得更好，你其实很难把 AI 用到更上一层楼，或者是你很难让你的整体的业务、整体的成功变得更加的容易。因为呢，你会的东西，所有对手都会，那你会用 ChatGPT 学习，别人也会嘛。所以这个时候呢，如何让自己变得一个更好的人，这个我觉得这个需求是完全没有消失。如何能够让自己有兴趣去学习，如何能够让自己在最轻松的方式去学习，如何能够让自己能够日积月累的变得越来越好，能够日积月累的把自己的知识点慢慢的变成真正的智慧，如何能够有一个人不断的督促你去学习，如何能够有一个人不断的在你的背后给予你提醒，给予你指点，给予你鼓励。我觉得这一个就是整个得到大脑给我最大的一个启发。我觉得我学到最多东西还是得到一间知识付费的公司呢，它是如何在 AI 出现之后呢，不断去思考到底怎么样在 AI 时代提供它的用户一个崭新的价值，同时
时间呢，是不断能够加深它的护城河的。我觉得它给予了整个行业非常好的一个示范，也帮助我能够思考的更多。那这个就是我这个近期的一些分享，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见，谢谢大家，拜拜。